欢迎来到魔力优格，我是枣子。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玩，不对，今天我们不是要来玩游戏，今天枣子要来拍之前有人跟枣子提到的 SI 的绘图教学。好，那今天主要要教的就是 SI 的基本工具，还有指定选取来源跟剪贴图层模板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的。好，那有没有看到枣子完全没有画任何线稿？这边空空一片。好，那真好空，所以我有另外准备一个很小的，我们就跟着这张枣子的图像一起来拍绘图教学吧。好，首先要讲的是这边，我先从图层开始讲好了，因为枣子并不知道有哪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枣子的影片，所以并不知道 SI 的使用方法，所以枣子第一次使用的状况就还蛮惨的，因为并没有任何人教枣子。好，那图层这边呢，就开始讲解吧。图层它有他们自己图层有排比序，它有一种排比，就是说在上方的图层一定颜色色块一定会压过下方的图层，所以呢，如果呢就调一种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层它是叫图层2，我们可以叫它底下叫它底下然后呢，这个就是上方，这是什么恶趣味？好，这个是底下图层，然后现在这个是上方图层，我们可以调另外一种颜色，这样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差别。底下图层现在是这种颜色，然后上方图层如果呢我再开新的图层，我再使用画笔画过去，那底部的图层它就会全部被上方图层盖过。也就是说，如果呢有一些人习惯去画线稿，那他一定要把就是画到最后，如果线稿都好了以后，别记得只要压住这边，压着自己要的图层往上移动，这样就可以。像这样，跑到哪去了？像这样子去移动它那图层就会跑到上方。然后因为枣子其实一开始使用 SI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每次画到后面就会想说，奇怪，我的线稿怎么不见了？原来是被一直开新图层的时候移到最下面去了。好，然后再来喉咙不是很舒服。这边基本工具栏，然后还有上方这边也会有很多工具列。工具列不同，就是在上方这边它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列，要看个人喜欢哪一种就可以去选择。像这种其实枣子也没有在用，枣子的话是使用这种，这个叫什么来着？我看看，色轮。没错，它就叫色轮。枣子习惯的话是使用色轮，然后呢自己选择要哪一种颜色。然后我们从基本工具开始教起，比如说这边有铅笔还有笔。下方这边那么多工具的话，应该就不会教了吧？因为其实通常会用到就是上方这一些在使用笔跟铅笔这样种工具的时候，要注意它这边有4种笔刷，4种笔刷带给人的感觉都其实是不太一样。然后笔跟铅笔其实它们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是铅笔它画出来就是会有一种饱和感，然后不同的笔刷会在它们就是画出来收尾的感觉就不一样。像这种笔刷它是尖端，所以它画出来两侧的那种笔触会显得比较模糊一点，所以枣子通常不是选就是选2、3、4这3种。然后笔的话，它跟铅笔的差别就在于说，
它第一种笔刷也是一样模糊啦，不过其他笔刷其实刷出来，其实给人的感觉并没有像铅笔一样很有饱和感，它也是模糊的。所以它们两种的比对就是，铅笔可以画出比较确实一点的线条，而笔的话，它画出来的线条就是比较模糊的。那枣子推荐并不是推荐，因为枣子跟神户都是使用笔在描线稿。原本枣子是用铅笔在描，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不太合我的胃，所以就是使用笔跟铅笔。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很快速的，对，就是按左上角这边可以倒退路或往前。那有没有发现枣子其实不用按，可以使用快捷键？如果呢，只要使用 Ctrl 加 Z 的话，就可以返回上一次的操作动作。所以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从这边只要按，我不知道怎么往前，但是按 Ctrl 加 Z 的话就可以这么好。SI 它最好的工具就是应该说最方便，应该说电绘只要最方便。通常大部分的软体都是按 Ctrl 加 Z 这两个快捷键就可以把它返回。SI 最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返回100次，所以假如枣子画作就是一直狂按 Ctrl 加 Z 就对了。好，再来是喷枪把它画出来就是会给人一种渐层的感觉，它周围会比较模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比较有渐层的感觉。神户之前在教别人说，对不对？教大家说上色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一开始会不习惯使用铅笔来进行混色，那枣子还蛮推荐使用喷枪去把人的就是光影的部分还有暗的部分用喷枪刷出来，这样子也很方便。最小直径的话就是最大直径是调整它整个人，最小直径是调整，比如说我在最小直径调48，那其实它的人就会没有像原本我们画的这种这么大，就是画出来的感觉像我有调小了，那它就是选取人里面的中心，然后来进行上色，就是很多人都会习惯把它调成0再开始画。这样子，因为都调成0的话，其实它的线条就会非常的细，很方便画细微的部分。如果呢有一些人习惯这样的话，你不妨去尝试看看。不过对啊，其实枣子原本就是这样子。好，再来使用水彩笔。水彩笔的话，它画出来就是有种水彩的感觉，这不用说。我们先用水彩笔画一个圆，然后画完以后，水彩笔下面有一个混色、水分量还有色延伸。它们这种工具就是它类似现实中我们使用水彩可以自己调整说你要用多少。之前神户有在影片中教到说，画出就是光亮部分跟暗的部分，并且让它混色，就是调成比例大概是50比50比80，这样就会有混色的效果，像是这样子。它比较能把颜色晕开。那我们另一边可以使用模糊工具。模糊工具它其实不像水彩说它可以把颜色晕开，它是把颜色淡化，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晕开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晕开，它顶多就是把颜色淡化。所以可以看出两边有一种差别。所以如果要把颜色晕开或者是做渐层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使用水彩笔，然后使用马克笔。马克笔它就是一开始画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淡，但是你只要一直重复的不断的去涂，一直涂，它就会慢慢越来越深，最后就会跑出我们原本的那个颜色。然后你只要再选深一点的，要用这个画阴影也是很简单啊。不过我好像没有很常在用到这种东西。
坏掉了。好，再来，橡皮擦，这应该不用说吧？就是橡皮擦。好，这就是橡皮擦，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然后去擦取你不想要的范围。再来是选择笔，选择笔吗？比方说吧，就是有一个方方，然后这边有魔术棒工具、套手工具跟这个是选择工具，它们其实效果跟选择笔一样。选择笔是你在使用细微的部分，然后比方说我想选择这个框内，你可以使用魔术棒工具去点它，也可以使用选取工具把它选起来。用套手工具的话，就是沿着它的线的部分去画它，这样子它就会被你画起来，像这样就有一个圆。那假如说，就假如啦，我们今天选到这个部分，就我不想要，我希望它的四边是有留空白的，你可以使用选择擦去擦它，这样子。假如呢我们在里面灌颜料的话，它四边就是空白的。那如果呢是刚好这四边都没有被选取到，而且是很细小的范围的话，我们可以用选择笔工具去把它涂起来。那这个样子选到的范围，可以使用油漆桶工具去选取它，就是填颜色。涂层这边有个涂层，里面的填充涂层也是一样，只是它跟油漆桶的差别就在于说，比方说，我画非常多个圈圈跟正方形，然后我使用魔术棒工具想要去点它。那如果使用油漆桶来上色的话，它是一个一个点，你可以选取你要点哪一个。那如果是使用涂层里面的填充涂层，它是一次就会全部都选起来，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如果呢，你是想要把每个都先上色再分开来点你要的底色，那我推荐是使用油漆桶工具。好，那么再来剩下的都是其实后面比较不常会用到的东西，所以就好。然后再来是要教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剪贴涂层蒙版跟指定选取来源。我先把它们擦掉。好，其实他们也这些工具也都很简单，只要掌握它的要领，这样子就可以成功了。只是是不是成功画出一幅完美的图画，我早就并不确定。首先，假如我们在好，先从之前神户说过的保护不透明度，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怎么用法，就是在一个颜色色块里面使用保护不透明度，然后之后你只要加颜色，它都不会跑到这个色块外面，它都只会在色块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然后，但是，喉咙怪怪的。保护不透明度，它其实就是，如果呢你要叠色的话，如果怎么讲，你要使用厚涂的话，导致是推荐使用保护不透明度，但是它并不适合拿来一直不断的重复进行叠色这个动作，所以呢，比较推荐是使用剪贴涂层蒙版。首先，我们在这个底下涂层使用指定选取来源，它就会变成绿色的。再来开新的涂层，记得哦，涂层一定要在绿色的这个涂层的上方。然后呢，在这个涂层使用剪贴涂层蒙版，绿色的上方就会出现粉红色。然后，那粉红色就是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涂层，它跟指定它跟保护不透明度一样，它也是不会涂到外面。不过呢，它比较适合做一个叠色动作，比方说，就我们在这边选取亮的部分跟暗的部分，然后也是一样用水彩笔把它们晕开。好，然后
只要再新增一个图层，然后再继续使用剪贴图层蒙版，这样它就会出现，就是它就可以叠色，就你可以再继续画在这个图层里面，不怕它会跑出去没关系。但是呢，如果把剪贴图层蒙版就是点开的话，那它颜色就会跑出去了，所以要记得你的图层不要不小心把它点开。好，那一颗漂亮的圆球。那这个就是指定图层、指定选取来源跟剪贴图层蒙版用法。那假如我们要在这颗球的底部加影，记得哦，如果呢你要在图层的下方，这是它的排比序嘛，所以我们如果在它上方直接新增一个图层的话，那它会直接盖过我们的这颗球。所以只要在下方新增图层的话，那它就是并不会穿透这颗球画到上面的图层，这样会比较方便。好，然后也是一样，我们来画这颗球的印，什么时候变素描课了？红色的球球，其实枣子最爱的是紫色，不是红色。好，我们刚刚画了一个阴影，但是我们还是很怕会画到外面，所以指定选取来源，然后新增一个图层，再来剪贴图层蒙版。那这样我们可以用更深的颜色去加阴影部分。完全变成素描课了。好，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再来，假如呢，你怕说，因为呢开太多图层，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开资料夹，并且把图层都放进去，这样子会比较方便收纳跟管理。只要打开跟关起来，那就可以在不同的图层、不同资料夹做不同的动作。但是如果资料夹是因为如果需要再更改的话，枣子才会去存的，不然就是图层真的放太多了。所以如果呢，其实已经都没有那个必要的话，那这边有一个向下合并，按的话就是按下去，它就会变成同一个图层的东西。神户之前好像教过了。好，如果我们要在这边再继续做亮面的话，也是一样，在你要做亮面的这一块，它是一个我们刚刚选取的范围，指定选取来源，再新增，然后剪下图层蒙版，然后来加个亮色，它就不会跑到外面去。笔刷刷一刷，哦，好漂亮的球球。好，就是这样子吧。我这边素描课。好，那我来画一个可爱的人在整个球场跟大家说拜拜。老子实在太无聊了。我录多久了？好像要20分钟了，真糟糕。话说，你在关注枣子的，应该都知道，枣子有开一个粉丝专页，只是因为枣子在学校其实还蛮忙的，所以可能更新的时间并不会就是很长啊。而且因为神户的宣传，所以马上按赞数就已经达到100。我都不知道贺图该画什么好了。大家有想要枣子画什么贺图吗？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部分，或者是想要更了解的地方，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这样子。枣子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拍绘图教学的话，那就会教大家。但是上色方法之类的，其实应该要详情的话应该是问神户，不然的话，其实这方面枣子并没有神户那么厉害。好，我们
把这个可爱的图像画更真实一点。那暗一点的去刷它。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如果想跟踪我们影片动态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点个订阅。如果呢想要在 YouTube 找到我们的影片的话，只在上方的搜寻打上关键字魔力优格就可以找到咯。如果呢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想要跟沼泽或者是神木提出疑问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那边留言，那这样子沼泽也会看到，那下次就可以再跟大家讲解。然后如果讲解还是不是很清楚的话，就你们就想办法来找沼泽吧。好，那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